炸掉钱袋子，伊朗战略心脏遭斩。北京中东再吃瘪，川普点名中共。莫斯科4大机场全瘫，克里米亚基地覆灭，中共核武秘密被曝光。中东这盘棋已经从你来我往升级成了直掐命门。随着美以对伊朗军事打击不再只是摧毁武器，而是直接瘫痪其运输与补给能力。外媒援引一名军事代表的说法，美军近期通过精准打击卡拉季一处关键桥梁，成功阻断了一条正在形成中的军事补给路线。而《华尔街日报》则进一步披露，这次行动并非孤立打击，而是美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全面切断伊朗境内的军事物流网络。简单来说，这一轮行动的核心不再是炸多少，而是让对方运不动。被击中的是位于卡拉季地区的一座关键高速公路桥梁，外界通常称其为 B1 桥。在短时间内，这座桥遭到美军连续2次空袭，显示出其在整个交通与军事体系中的重要性。这座桥不仅仅是一条普通交通通道，它连接着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卡拉季市与首都德黑兰，是日常通勤的重要干道，同时也是通往里海方向的关键枢纽。无论是民用交通还是军事运输，这里都是绕不开的节点。更重要的是，它在地理上承担着分发中枢的角色。一旦这里被切断，从北部方向进入德黑兰乃至向全国扩散的运输线路就会受到显著影响。换句话说，美军并不是单纯在削弱伊朗的库存，而是在破坏其调配能力。从工程角度来看，这座桥本身也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它高达132米，是伊朗境内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桥梁之一，且部分仍处于建设状态。这意味着，一旦遭到严重破坏，不仅修复难度极高，而且短时间内几乎不存在有效替代路线。而对伊朗来说，这种压力是连锁性的，前线单位得不到补给，中枢调度能力下降，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反应速度随之减弱。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紧张状态的背景下，这种内外同时施压的策略正在进一步压缩伊朗的战略空间。另外，以色列出手相当狠，而且是那种不声不响、直接见血的打法，空袭伊朗本土，并精准击毙关键人物贾姆希德·埃沙吉。更关键的是，双方军方先后证实，这不是烟雾弹，而是实打实的一次点名清除。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这不过又是一场常规空袭。但如果把目标人物的身份放进来，这件事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埃沙吉是谁？从以色列的说法来看，他是所谓石油总部的负责人，而从伊朗官方口径来看，他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预算与财务的核心人物。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前线指挥官，而是掌握整个军事体系钱袋子的关键节点，既管钱，又在正规军与革命卫队之间起协调作用。这就意味着，它本质上是伊朗军事运转体系中的中枢界面。问题的关键在于，伊朗这些年在中东扩展影响力，靠的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资源，而是石油收入转化出的现金流。这些钱被用于军费、武器采购、代理人支持，乃至整个区域布局。而埃沙吉正是这条资金链上的关键操盘手。所以这次打击的逻辑就很清楚了，直接掐住资金调度这个节点。随后伊朗方面的回应也显得相对克制甚至迟缓，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打击的突然性与敏感性。毕竟这种级别的损失不只是军事问题，更牵涉到内部运作与权力结构。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一行动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在于短期内打掉多少能力，而在于对运转效率的干扰。资金调度一旦受阻，后续的军事行动、资源分配、区域支持都可能出现延迟甚至混乱。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被封锁、全球能源供应链承压的背景下，欧洲的对华态度正在发生一个微妙但关键的变化，不再只是旁观与劝说，而是开始点名施压。法国海军参谋长尼古拉·沃鲁尔在巴黎战争与和平安全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说把这种变化直接挑明。他明确表示，北京迟早必须更直接地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讨论。这句话的分量在于，
它不只是外交建议，而是带有明显压力意味的公开喊话。更尖锐的是，沃茹尔直接点破了一个长期存在却很少被公开讨论的现实：中共和伊朗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直接政治对话，其目的是确保一定数量的中国船只能够继续通过海峡。换句话说，在整体航运几近瘫痪的情况下，北京并非完全被封锁，而是试图通过单独通道维持自身能源运输。对此，沃茹尔的质疑非常直接：这样的安排足以恢复正常运输流量吗？他的答案显然不够。这一表态的真正含义在于他打破了一层潜规则。过去，各国对中共在中东采取的低调获利策略，多数选择不公开点破。但这一次，法国选择把问题直接摆到台面上。军事与地缘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外交绑定策略，通过揭露所谓的特权通道，把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中国强行拉入多边博弈框架。逻辑其实非常清楚，既然你是最大受益者，就不能只是旁观者。从数据上看，这种施压并非没有依据。中国约40%的原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又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一旦海峡恢复通航，北京无疑是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方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不再接受中共只享受稳定、不承担风险的角色定位，而是要求其在恢复航道的问题上承担相应责任。与此同时，这一动作也有明显的对美因素。面对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批评欧洲安全投入不足，法国此举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华盛顿展示姿态，欧洲正在主动作为，甚至试图推动中国共同承担安全责任。就在国际社会试图为霍尔木兹海峡解锁之际，海湾国家已经不再掩饰立场，开始推动更具实质性的行动。4月2日，海湾国家公开支持一项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核心只有一句话：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在安理会会议上，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贾西姆·穆罕默德·阿尔布达维措辞异常强烈，直指伊朗的报复性行动已经越过所有红线。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明确的安全警告。更关键的是，他当场强调，任何涉及伊朗、关乎地区安全的安排，海湾6国必须参与。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清楚，不允许外部大国绕开地区国家私下定规则。然而，这项原本带有明显动武授权意味的草案，随即遭到3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强力阻击，俄罗斯、中国以及法国几乎在同一时间表达反对立场。结果就是草案被迅速削股式修改。根据最终流出的版本，原本直接的必要措施被重新包装为必要且相称的防御性手段，并限定执行期限为6个月。这种改动本质上是在给行动加上枷锁，可以动，但必须克制，而且必须解释得过去。但问题在于，这种降级版本真的能解决问题吗？答案其实已经写在现实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瘫痪，全球能源链条被卡住，而安理会却还在措辞上反复拉扯。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立场与海湾国家的安全诉求形成了直接冲突，一边是能源通道被掐住的当事人，一边却是口口声声依赖中东能源的旁观者。说得更直白一点，谁在承担风险，谁在阻挠行动，一目了然。作为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共在这场危机中本应具备相当的影响力。然而，现实却是几乎被排除在此次核心协调机制之外。更尴尬的是，中共此前联合巴基斯坦提出的所谓倡议，不仅没有获得国际响应，甚至连伊朗方面都反应冷淡。换句话说，北京连自己阵营的话都说不动。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方面的不满相当直接，既然自称战略伙伴，为何在推动开放海峡这样关键议题时没有事先沟通？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说明一个问题：中伊关系远没有北京对外宣称的那样牢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共试图甩锅，指责美国与以色列是封锁海峡首要原因的同时，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却完全不在北京的叙事上。法国方面甚至直接点名中国，强调北京对海湾能源的高度依赖，不能在危机中袖手旁观。这等于是在公开施压，既然你高度依赖这条能源通道，就必须承担责任，
而不是只做口头立场输出者。从数据来看，这场危机的冲击已经极为严重。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统计，自3月初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数量暴跌超过 90%， 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被卡住，能源价格剧烈波动，连带冲击整个供应链体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也相当明确，既然其他国家同样依赖这条航道，就不应继续依赖美国兜底。这实际上是在逼迫欧洲和亚洲国家自行承担安全成本，而这恰恰让中共的困境更加凸显。一方面，北京对中东能源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却缺乏真正的安全投送能力与联盟体系支撑，既不愿承担风险，又试图维持影响力，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关键时刻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只是表层冲突，那么唐纳德·特朗普近日的一番讲话，则把更深层的战略信号直接摆上了台面。另外，4月1日，在白宫复活节午餐会上，特朗普再次谈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的判断非常直接，这场冲突很快就会收尾。他称，伊朗掌握的数千枚导弹大部分已经被摧毁，接下来只需要再来几下，就可以确保其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表面上看，这是对战局的评估，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这场行动的定性。特朗普还毫不掩饰地批评北约在此次行动中的表现，直言美国长期为北约提供安全保障，但在关键时刻，这些盟友没有帮忙，表现令人失望。更进一步，他甚至强调，美国其实不需要北约。这一表态并非一时情绪，而更像是在为未来的战略调整做铺垫。特朗普随后抛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那个大国。他表示，当美国未来真的与那个大国发生冲突时，北约不会在那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谁。在当前国际格局下，这一指向几乎不言自明。这意味着，在他的战略判断中，对伊朗的行动只是一次小试牛刀，真正需要准备的是更高层级的对抗。而这个潜在对手，很可能就是中国背后的中共政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释放强硬信号的同时，又补充称，他与这个那个大国的关系甚至比和北约更好。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双轨思路，一方面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另一方面也为谈判与博弈保留空间。4月3日夜间至凌晨，莫斯科再次成为乌克兰远程打击的目标。多家媒体和开源情报平台报道，这次无人机群袭击导致俄方4大机场全部被迫停运。最大机场谢列梅捷沃率先实施临时关闭措施，紧随其后，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和茹科夫斯基机场也相继暂停升降作业。据俄方称，这次袭击呈地毯模式，受影响航班超过100架次。俄方随后宣布已拦截全部无人机，并坚称机场未遭实质损害，但具体损失仍有待卫星影像确认。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对莫斯科发起数十次空袭，3月份的一轮行动更打破持续时间记录。自去年以来，俄罗斯核心机场被迫临时关闭的情况显著增多，而今年预期将更加频繁。2026年开年，分析人士就曾预测，莫斯科及其他核心城市将成为乌克兰重点打击目标。早些时候，莫斯科还出现断网状况，当地民众甚至出现购买 BB 机和纸质地图的现象，以应对通信中断。另外，4月2日凌晨，乌克兰方面出动无人机力量，配合情报系统，对俄军在驻克里米亚的一处核心据点实施定点打击，整个过程干脆利落，没有铺垫，也没有多余动作，目标只有一个：摧毁关键节点。这次被锁定的是基洛夫斯科耶机场，该地一直被视为俄军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支撑点，尤其是用于部署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这类无人机在俄军体系中承担着侦察与打击双重任务，具备长时间制空和远距离作战能力，一直被当作前线的重要空中力量。但正因为其价值高，也成为了优先打击目标。根据乌方披露的信息，这次行动直接摧毁了4架猎户座无人机，同时波及整个无人机基地，使其失去运作能力。此外，一架安-72运输加油机、
以及一座苏联时期的 P-37雷达站也在打击中被毁。整个打击过程集中、明确，几乎全部命中高价值目标，没有明显的扩散性破坏。从战术角度看，这次行动的关键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节点选择。无人机本身并非重型装备，而是以中型打击无人机为主，通过情报锁定目标后实施突防。这种打法的核心是以较低成本切入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直接打击最具影响力的目标。更值得注意的是防御层面的表现。克里米亚长期被俄方视为重点防区，理论上具备较完善的雷达预警与防空体系，但从结果来看，这套体系未能有效阻止此次突袭。无论是预警反应还是拦截效率，都未体现出应有的作用。当全球舆论还聚焦于中东与东欧战火之际，一条更具深远冲击的线索正在悄然浮出水面。据 CNN 基于卫星影像与政府文件展开的调查显示，中国正在四川地区加速扩张其核武基础设施。这一动作发生在全球军控体系逐渐松动、地缘对抗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其信号意义远超一般军事建设。报道指出，四川绵阳梓潼一带近年来出现大规模异常施工。卫星图像清晰显示，多处村庄被整体拆除，新建大量与核武生产相关的设施。更引人关注的是，当地居民早在2022年就被迫迁离，而官方给出的理由只有4个字：国家秘密。3年之后再看，这些被清空的区域早已被全新的军事设施取代。其中最醒目的是通江河附近一座巨型圆顶建筑，面积高达约 3.6万平方英尺。根据专家分析，这一设施周围不仅使用大量钢筋混凝土加固，还配备辐射监测系统、防爆门以及隔离放射性物质的通风装置。这些配置几乎只指一个用途和材料处理，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该区域内部被称为906基地的核心设施，坐落于一处历史悠久的核武体系节点之中。周边多重安全围栏、地下隧道以及配套基础设施，显示这里并非单点建设，而是一个高度整合、具备隐蔽能力的综合体系。同时，931基地及其周边区域也在同步扩建，白兔村、大山村等地已被整体清空，道路与运输系统全面升级。这不是简单的翻修，而是一次系统性的重构。多位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轮建设的规模与节奏，意味着中国核武体系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升级。明德学院学者路易斯直言，这更像是一场核武综合体的重组，其结果很可能是显著提升核武生产与维护能力。与此同时，这些新设施还带来另一个更隐蔽但更关键的变化，不透明性进一步增强。新技术与新流程的引入，使外界更难准确评估其真实核武产能，也让既有的战略平衡判断变得更加模糊。根据美国国防部数据，目前中国已拥有600多枚核弹头，尽管总量仍低于美俄，但其扩张速度被普遍视为全球最快。这意味着问题不在于现在有多少，而在于还会增加多少。面对外界质疑，北京一如既往地予以否认。中共国防部重申所谓自卫防御与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原则，外交系统则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但在卫星影像与地面变化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这种回应显得愈发苍白。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轮扩张并非孤立事件。早在2021年，习近平就已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水准战略威慑力量。如今看来，这一指示正在被具体落实为一整套可量化、可扩展的核能力建设工程。问题在于，这一切发生的时间点极为敏感。随着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面临到期，全球核军控体系本就处于松动边缘。如果此时中国持续扩充核武能力，将极有可能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推动中美俄之间进入新一轮军备竞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